講到掛鹿荔枝咧，好多人都話有得賣嘅。咁事實亦都係有一啲晚清或者係民國時期，聲稱係喺呢棵母樹上邊咧節枝節駁出嚟嘅第二代植株，分佈喺增城各地。咁其中一啲係比較有根據嘅。然後有第三、第四代，但係至少暫時咧，佢唔係能夠大量生產而保持到個品質特徵嘅，因此係更加顯得呢一棵唯一嘅母樹之珍貴。掛鹿荔枝確切嘅記載咧，最早係康熙年增城縣志。有啲人認為佢係更加古老嘅鹿羅蒲，嗰個唔係咁確切。由佢正式被記載開始，一直都係珍稀品種，得100幾廿棵，如夜光無價，非可以金錢得之。收割掛鹿荔枝嗰啲工人咧，必須要一邊唱歌一邊摘，唔俾停口嘅，防佢偷食。乾隆年嘅溫宇適已經話咧，掛鹿以名著，多雁，不如桂尾之珍。嘉慶年崔拔記載咧，當其時啲村民為咗逃避官吏勒索咧，乾脆就斬晒啲樹。去到清朝中後期，真正嘅掛鹿就已經剩翻唯一呢一棵。當時呢樹咧係一所寺院西園庵，嗰啲和尚折咗一支落嚟，遷插喺庵入面。結出嚟嘅果已經未有不及，再插一支喺庵外田間，更加係奇味甚劣，佢冇得複製嘅。30年代，藍天王陳濟棠捐錢建咗增城第一間西醫院，將呢棵掛鹿荔枝每年嘅收益咧撥歸醫院經費。及後咧，日軍侵華就據說空襲炸毀咗半邊，動亂時期啊，剩翻嗰半邊都日趨萎靡。再後來又周圍環境污染，終於去到79年，個原樹嘅整體咧已經枯死。但係近樹頭位咧，居然又發咗新芽。然後專業人員悉心培育、科學打理，多年落嚟咧，就成為今日呢一棵新芽發展出嚟嘅西園掛鹿。據說專家鑑定過咧，佢結出嚟嘅果係可以保持到原本老樹嗰個果實嘅品質同特徵嘅。咁2次拍賣，01年最貴嗰粒掛鹿咧係55,000人民幣，02年嗰粒啊50幾萬，令到掛鹿荔枝咧被稱為世界最貴嘅水果。佢係並冇被錄入到健力士紀錄大全嘅，網上好多資訊咧佢唔查證，佢係入咗一啲個名改到差唔多嘅紀錄大全。咁但係事實上佢係比真正健力士紀錄嘅世界最貴水果一粒英國嘅菩提子咧係貴幾十倍添嘅。咁嗰粒提子都有趣㗎，佢又唔係話有幾好食，而係當其時93年嘅英國禮拜日係好多類型嘅商店貨物咧唔俾交易嘅。其實好多地方都有限制，即係你要啲友專心去拜神至得㗎。咁佢禮拜日有啲攤位咧生果俾賣，就專門賣生果送嘢嘅。嗰個人想買個雕塑，就用嗰個價錢咧買一粒提子，買提子就送個雕像，咁樣嚟嘅。咁去到94年呢個限制放寬咗，所以佢就記錄咗一段歷史。而呢個掛鹿荔枝拍賣呢，其實係當年一啲香港翻上嚟投資嘅企業家支持當地發展嘅一啲善舉嚟嘅，只不過係通過一個咁樣嘅拍賣嘅形式，亦都係宣傳咗個荔枝產業啦，一個慈善事業，當然對佢哋嘅企業亦都有宣傳作用。增城荔枝最為人所稱道，當然係掛鹿。但係其實掛鹿呢個名字出現之前幾百年咧，宋元時期增城嘅荔枝早已經聲名大噪，周圍都係呢啲荔枝海嘅景象。不過今年唔得，明年如果荔枝豐收咧，3月份嚟呢度欣賞荔枝花都真係賞心悅目。先嚟試下呢隻咧增城嘅桂尾，同上一節嘅蘿崗桂尾相比之下咧，外形特徵基本上係高度一致。食落去個感覺咧，依次我食到嘅增城桂尾稍為係更加鎖水，個口感啊更爽。蘿崗桂尾就香味略勝，
但係呢個不能作準，一手手貨好難講。兩樣嘢嗰個爽口同芳香嘅特徵呢係非常之接近。咁廣州荔枝之中呢，桂味嘅品質基本上都係好穩定嘅。再嚟呢一種呢，增城水晶球。嗱，水晶球唔同水晶丸啊，水晶丸即是糯米糍，水晶球係呢一隻。佢同糯米糍一樣咧，好大個果，好細個核，但係佢嗰啲裂片咧冇咁凸起嘅，坑紋淺，不規則分佈住一啲細刺。大體嚟講咧，嗰個果中間啲裂片脹開咗嗰啲位咧就冇乜刺嘅，個頭同個篤兩端係多啲。佢個裂片好平，喺裂片中間咧突一點刺出嚟，好細唔吉滯嘅，捽落去有啲嚡手嘅感覺。糯米糍桂味新鮮摘落嚟咧，基本上都係白衣嘅，等咗一段時間會有少少染紅。呢隻水晶球咧，嗰個殼好薄，嗰陣衣好明顯染紅嘅。咁啊，剝開一啖咬落去啦，哇，好食成咁都有嘅。佢即係一個升級版嘅糯米糍，超甜超大肉，多汁得嚟咧，佢仲爽口啲添嘅，所以又有啲似咧糯米糍同桂味嘅優點結集埋咗喺一齊，基本上100%招魂。咁當然佢又要貴幾成啦。再試呢一隻咧就田岩，佢嗰個果就唔大，外面捏落去實刮刮嘅。個果形扁扁地咁，紅中透綠，裂片比較平滑，好仔細睇呢，稀疏有少少刺，摸落去基本上感覺唔到嘅。嗱，我今次食到呢一批嘅增城荔枝之中呢，感覺呢隻田岩就個水分約束得最好啦，最為爽口。我哋用歷史記載掛碌荔枝嘅特質去檢驗下佢呢，揾張紙巾揸埋佢，只要你咪搣破個肉，攤翻開咧，一滴水印都見唔到㗎。咁佢唔係乾水喎，食入口一樣係汁液豐富，但係好爽脆。佢就清香型，個甜味好純，好清新嘅感覺。咁佢又冇乜焦核㗎喎。佢啲品種咧本身個產量好細，再加上今年咁樣嘅荔枝整體失收嘅狀況之下呢，就要去到一嚿水斤啦。總體嚟講呢，依紮嘢各具特色，都係人間極品。對應埋個價錢而言呢，我個人口味就都係略為偏愛呢個增城水晶球嘅。荔枝古仔總係離唔開梗有呢一位蘇東坡，係人都識佢嗰句詩：日啖荔枝300顆。咁有啲人話呢，其實佢又唔識聽廣東話，一啖荔枝3把火咁轉過嚟，人哋嗌佢咪食咁多，佢就起勢食。呢個呢會有關聯都唔出奇，不過應該係呢，佢首詩在前，我哋廣東俗語一個荔枝3把火呢係有可能受咗佢影響。古人對於荔枝嗰個所謂熱氣啊、過量冇益啊係好忽視嘅，係有話佢性熱，有個別品種，例如有種叫琥珀光或者叫火齊呢，話食超過5粒呢就流鼻血。但係普遍嚟講呢，都係認為多食不單止冇大害，仲好有益添嘅。即係佢覺得佢好食，中意食呢個心就硬係傾向於相信佢係仙丹嚟嘅。因為佢外邊個殼紅色屬火，個核又紅色屬火，中間嗰啲肉咧白色屬金，內外兩重火夾住中間啲金咁樣煉出嚟嗰個津液咧，食咗就會做神仙嘅。咁事實上荔枝亦都確係好有益，但係任何嘢都要適可而止啦。佢裏頭一啲成分大量吸入咧，會誘發炎症。另外咧，糖度咁高嘅嘢亦都係不宜過量啦。但係瘋狂咁食，食到當場出事嗰啲呢，就倒轉喎，佢係導致急性低血糖，咁係有發生人命事故㗎。所以古人話飽食黃皮，飢食荔枝。你如果盡信書呢，就弊啦，飢食荔枝啊千祈咪制，空肚唔食得荔枝嘅，特別係小朋友。
嗰啲古人呢個經驗都試到出嚟啊！食荔枝過量感覺不適呢，就飲蜜水解之。古代講蜜水呢，即係白糖水。咁你低血糖，醫生都嗌你即刻飲啲多糖水啦，可以緩解㗎。但係啲古人唔知嗰樣嘢叫做低血糖啊嘛，淨係咧覺得頭暈暈、腳軟軟，仲好似幾過癮咁添。似咩呢？似醉酒。你會唔會因為酒會醉而唔飲呢？不單止唔會，而係會衍生出另一樣嘢，就叫做劈酒。食荔枝同飲酒係一樣，可以逐啲每下嗒真個滋味，亦都可以攞嚟劈嘅。當然大家兩樣都咪劈，但係古代呢確係有劈荔枝嘅風氣，坐埋一齊鬥食得多嗰個贏。咁你食到見暈啊，食唔落咁咪輸咯，輸啊要罰喎，罰咩呢？又罰返飲酒，直至到累低為止。蘇東坡話日啖荔枝300顆啊！明代有位宋國，佢話自己咧一日可以劈1-2千粒㗎。佢仲唔係呢啲浪漫主義詩句喎，佢又整本荔枝譜，好鬼認真咁講㗎喎。咁都未止，佢話一年嘅荔枝季節啊，由初盛至終晚，佢總共咧要食10幾萬粒㗎。計條數，荔枝季得嗰2-3個月，10幾萬咧，一日食1000幾粒。都要不間斷日日咁劈咧先至夠數。咁呢個我覺得咧都唔係太過可信啦。但係依啲嘅古代荔枝迷呢，係有咁樣嘅習慣，中意劈荔枝，而且中意吹自己劈得嘅，即係等於話俾人聽我有幾飲得啊，飲幾多都未冧。其實蘇軾呢個名句日啖荔枝300顆，除咗話好食到停唔到口之外呢，我覺得亦都係有炫耀自己個量度，個詩意好近似於借酒寄情，以標榜自己一種咧被貶之後嘅豪放豁達。即係我都不妨長作嶺南人嘅，咁就又或者講阿 Q 精神跌落地下揦返紮沙。嶺南地方嘅荔枝之鄉啊眾多，從化、東莞啊、新興啊、茂名、海南島等等咧數唔晒，各有各最出眾嘅名種。荔枝迷咧最好就都係要入到去產地樹下食咧，最試得出真滋味。增城一縣嘅地方裏頭咧，亦都係每條村咧有自己嘅優勢品種。今次入到嚟咧拜訪呢個荔枝名鎮仙川鎮。咁有一個好大嘅荔枝龍眼島，都搞得幾企理下嘅。環島遊覽下咧都好舒服，好多嘅荔枝樹啦。依邊啲荔枝咧3月紅多，一早收晒啦。啲龍眼就仲算果實累累嘅當時。仙川鎮另一邊嘅基江村呢，又係一個增城名種嘅原產地。依隻呢，仙川晉鳳，周圍一帶果場嘅主力產品。佢嗰個外表呢，好靚嘅，淨係睇都享受。個果好大，鮮豔嘅深紅，果形好劃一，嗰條頂好斜嘅。膊頭邊高邊低，所謂龍頭鳳尾，好顯著。冇刺，裂片咧特別突出，嗰條縫合線非常之清晰。嗱，呢隻增城仙川晉鳳同古籍記載海南島咧有種晉貢子咧係唔同嘅，嗰種啊比較少水分，因為皇室荔枝貢品之中咧
始終荔枝乾係佔咗相當嘅比例。嗰種進貢子咧就最適宜作荔枝乾嘅，因為水分太多嘅話咧，個焙曬過程之中咧容易霉變。呢一隻鮮川進鳳咧，佢之所以適宜作貢品進鳳，據說係因為咧嗰個殼啊特別厚，相對能夠保持得新鮮耐啲嘅。嗱，搣開咧個皮好厚噶，即係好似着咗件羽絨褸咁，一格格凸起，有陣軟墊咁，捏落去咧有啲軟熟嘅手感。裏頭啊白衣勝雪，正式係紅線女大師嗰隻歌。身外是張花紅被，輕紗薄錦肉團兒。食落去呢，水分非常之豐富嘅，肉質啊嫩滑型，好軟綿，真正係入口即化。嗰個味道呢，濃甜醇厚，一個好特有嘅濃郁嘅荔枝香味。100%焦核之餘呢，嗰粒核都特別是正嘅喎，長條圓柱形，基本上粒粒都一樣款嘅。色香味俱全，呢樣嘢呢，以前正常年份就都好抵食下嘅，我覺得。咁今年冇辦法啦，我食到呢一手呢，就要100零蚊斤。咁可能當其時咧去得早咗啲啦，6月中佢呢隻遲熟品種，去到果場呢，佢好多其他荔枝喺度整緊，但係我專門去食佢呢種嘅，又要得少，佢係要即刻擒上樹割俾我。呢隻品種咧，佢係搞得幾好嘅，其他一啲地方咧都有推廣種植。咁正宗原產地出品咧，當然又貴少少啦。咁就嶺南荔枝名種咧，現存嘅最少都幾十種咁多，逐個地方入去試下咧都幾好玩嘅。不過今年荔枝季節咧遲開早收，而家就得個講字啦。希望來年咧風調雨順，產量啊重回正軌。咁啲果農又開心，我哋又可以大快朵頤。